远古森林遍布着危险，偶尔会有被流放到这个地方或者出不去的修士出没。秦淮、周行云与叶清寒三人是老祖们的重点考察对象，基本上只要过关，这3个剑修就是未来继承他们衣钵的继承人了。3天时间一晃而过，剑修们基本上都拿到了属于各自的机遇，唯独这3人没有动静，不出意外是要被老祖们留下来塞传承了。在继承传承之前，还要通过试炼。3人全部晕倒在地，应该是安排试炼了，别打扰他们3个的试炼。碧水宗老祖温柔的声音响起，不轻不重提醒着他们几个：你们8个过来护法，切记不能让任何人打扰。叶鞘明白了，那么接下来绝对有人会来阻止他们。他叫着几个剑灵留在原地守着这3人，感应到陌生的气息后，走吧，去解决他们。老实说，这次的人数有点多，全都是逮着机会想干扰3人试炼的。在这个远古森林这种地方，强者占地为王，应该有不少实力不弱的被武宗的祖师或者前辈教做人过，因此不排除和武宗有仇。听到动静故意过来的，也可能是前辈们专门过来试探他们各自拿到传承后实力的。看着少说有10几人，楚行之拔剑，我们去引开他们。行，叶鞘简短回答，我来守着。叶鞘和楚行之聊天间，手里已然暗中掐好一道剑诀，一道锋刃飞快掠过，悄无声息挑断他们腰间戒子带。在戒子带落前1秒，慕仲熙和祝幽齐齐动手，抢了他们戒子带就跑。走，戒子带被拿，一行人大怒，开始疯狂追着慕仲熙和祝幽不放，人少了一大半。楚行之拦住他们想前进的路，接下来你们的对手是我。亲传们分工做得很好，这种默契非一朝一夕能培养出来的。问剑宗老祖呐喊，看来他们在大比里面相处的似乎很不错的样子。嗨，前辈！叶鞘不动声色握住飞仙剑，眼前的男人实力在元婴中期，甚至可能是后期，他完全不是对手。正面不好打，侧面也不太行。叶鞘刚试探着要不要打他后方，念头刚一转，预知系的传承很快让眼前出现男人下一秒的举动。叶鞘当即不再犹豫，剑尖一挑成风宗剑诀，剑影诡谲莫测，招招狠毒，转瞬即便靠着细微的剑法动作，挑出4个不同剑势，将男人稳稳压制在手底下。他出剑太猝不及防了，男人愣怔几秒，一个小辈竟然压着他打。他乐了，你叫什么？叶鞘笑眯眯，你猜猜。说着手里压剑压的力道更重了，前辈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被他一剑翻转撂倒在地。在男人落地的瞬间，叶鞘毫不留情踹在他屁股上面，把人踹飞数米远。打架嘛，用什么手段都不丢人。反正叶鞘今天的任务就是阻止这个前辈去打扰这3人的试炼。男人又气又笑，被羞耻的一个小辈居然敢这么不要脸的踹他。男人手上凝聚灵气，对准他位置轰了下来，澎湃的灵气一出，几团光球狠狠砸在他脸上。叶鞘靠着预知能力左躲右闪，提前规避对方的攻击，不断靠近男人，随后猛地抬脚准备动手。男人注意到他目光瞄准自己裤裆，呼吸微顿，下意识加紧。叶鞘虚晃一招，飞仙剑穿刺过他要害，预知到下一秒的画面，叶鞘刺完后提前进行闪躲，有惊无险避开了对方的轰炸，地面被轰开大坑，眼前视线被遮挡了。男人彻底意识到这个亲传尼玛脸都不要了，关键这他妈正经人哪里能这样声东击西啊，往人家的裤裆位置盯。无耻吗？这不是，他不准备和他浪费时间，伴随着拔剑的动作，给人的压迫感更甚。原来是你拿到的预知传承了，难怪敢这么嚣张。如果你是元婴期，那我还真需要掂量掂量。金丹后期也敢拦我？他冷哼一声，夹杂着咬牙切齿。今天我就让你这个小鬼明白什么叫天高地厚。叶鞘剑上还沾染着血迹，微微一侧，剑光泛着森森的寒意。他抬眼开口，等等，我知道你想打我一顿，但起码也要等他们传承拿完吧。如果强行过的话，我就跪下求求你。这人怎么骚话连篇的？叶鞘趁着把他噎住的片刻功夫，火速把手里防御符与防御法器尽数丢出来保命。打不过你还不能恶心你吗？乘风宗这一招风刀挺好用的，配合清风诀形成密密麻麻的小刀子划过，把人衣服给撕得破破烂烂。叶鞘再次掐诀，雷灵根化形形成一小段银色龙，直奔男人头顶，将他发型炸成爆炸头。叶鞘是懂怎么激怒一个脾气本就火爆的剑修的，这下什么叶清寒、周行云的历练通通都消失了，他满脑子都是小兔崽子，给我死！就这么保持着一段距离，叶鞘和他一前一后放风筝，他溜走的速度快，有预知系的传承如虎添翼，左边撞上阵法，右边踩进不下的杀阵，堂堂一代剑修前辈被个小辈耍得团团转。但剑修前辈可以有很多次失误，叶鞘但凡失误一次就没了，他这次没躲过，被抓个正着，整个人被甩在地上，就地一滚。剑光劈开残暴的威力，让叶鞘咽了咽口水。前辈找谁历练不是历练啊？要不这样，您别找他们麻烦了，我也有领域啊。他飞快翻身起来，笑眯眯摊开手，漫开淡绿色的光，给他展示自己的领域。要不您找我试炼试炼？领域。听到这番话，男人精神一振，在他凑过来想一探究竟时，叶鞘冷不丁骤然收拢掌心，一个挥拳把人打飞。这一拳头他半点没有收力，如果偷袭成功，起码能把他打得半天爬不起来。无耻啊无耻！被打飞的前辈躺在坑里面，捂着鼓鼓冒血的鼻子，脑瓜子嗡了半天没反应过来，随后笑了，被活生生气笑的。他是真敢啊，真贱啊！乘风宗老祖慢悠悠感叹，这简直贱到他心坎里去了，这是哪宗的弟子如此勇猛？一而再再而三挑衅耍手段，4次还都能成功，是个少有的人才呀。长明宗的似乎是叫叶鞘，碧水宗发现了个问题，长明宗最近怎么个个都是人才？月清宗老祖冷哼一声，开口问剑宗的，清清正正且傲慢，尤其以叶清寒为首都太傲了，或许是天才都有点脾气。乘风宗的那个手段恶毒且残忍，长明宗的他沉默半晌，硬生生憋出一句话总结，没有素质且无耻，预知的传承很变态，尤其是给到一个记忆力堪称过目不忘的人手里，单挑情况下很难能赢过这个叶鞘，即使2人修为相差很大，他也完全拿叶鞘没办法。而且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叶鞘并不是虚张声势，他刚才手里一闪而过的确实是领域。他扯了扯唇角，了然，原来武宗今年都是藏龙卧虎，难怪会早早就将你们送进来历练，所以你这么早就突破领域。前辈冷淡的声音落下，也不怕失控。
叶鞘握住剑，时刻警惕着对方，生怕男人下一秒就会动手，嘴上漫不经心的笑，与其说失控，实际上他从头到尾都不受控。您的担心多虑了，万物生这个领域只要不拉外人入内，他是很平和的。小师叔说他神识过强，导致开启的很早，但实力又远远够不上元婴期，没有真正意义上摸透，导致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将领域耍得如鱼得水，不受控。听到这里，原本老神在在眯着眼的长明宗老祖骤然掀开眼帘，想起来了之前赵长老透露过，叶鞘早早有了领域，却没办法掌握这件事。叶鞘有领域，看到那抹淡绿色光芒的时候，碧水宗的祖师爷率先站了起来。如果他没有看错，那抹光应该是属于治愈系的，很像他们碧水宗能衍生出来的领域。有，长明宗祖师爷眯了眯眼，但正如他所说，不熟练，叶清寒掌握的最顺手，其次是周行云，最后才是叶鞘。乘风宗老祖来了兴致，他对这个金丹后期的小鬼一直蛮感兴趣，更别说这个小鬼暗搓搓没少白嫖他们乘风宗的招式。他点了点下巴，掌控不熟练倒也不是问题，多接触接触就熟练了。他淡淡笑了一声，只需要把他们丢在自己领域里面历练，直面自己的领域。在死亡的威胁下，上手速度我想应该会比任何时候都要快，这可不是什么搓磨，这只是他们身为祖师爷对小辈们的训练而已。哦，月清宗的老祖望了几眼，你想好怎么试验他们了？乘风宗老祖挥了挥手，眼前凭空出现一面硕大的黄铜镜，他意味不明，这个叫森罗镜，属于幻象灵气的一种，但与众不同的是，是真的可以拿来杀人。这一面镜子能折射出来他们自身的领域，还原里面真实的场景。面对自己的领域时，主人可以进行调控，能不能彻底掌握就看他们各自的本事了。灵气榜单排行很靠前的一枚灵气，用来对付那些自带领域的高手再合适不过。乘风宗祖师爷通常都是拿它出来给小辈们试炼，淬炼他们领域熟练度。听他这么说，确实是个试炼的好东西。长明宗祖师爷打探，那你觉得这种幻境窑多少还原度才合适？还原度越高，危险系数就越高，他不希望有亲传在里面受伤。乘风宗老祖示意他安心，说一半的还原度就够了，又不是奔着杀他们去的。但目光转了转，落到叶鞘的身上，这可是个不定因素。乘风宗祖师爷眉头微拧，突然意识到了，或许这一届并不是之前几届的蠢货。再三思虑过后，他还是不动声色将难度给加大了。叶清寒70%，周行云70%，至于叶鞘，他给调成了100%。叶鞘掌控最不熟练，如果是100%还原程度，他能控制住，那么接下来控制自己的领域完全不成问题。只是这种行为很冒险，对一些亲传来讲，50%的还原度就已经很难了，100%，他更是从没对任何一个亲传做出过这样的调整，稍有不慎很容易出意外。问剑宗祖师爷眸色微深，淡淡传音提醒场内的那个剑修。要开始了，我将森罗镜打开，你提醒那群亲传一声，让他们做好准备吧。长明宗老祖没注意到他将难度加大的动作，在他看来50%还原度已经很高了。老者笑眯眯摸了摸胡子，为这几个浑然不知接下来要面对什么的亲传们默哀。在场内惨遭叶鞘偷袭的剑修接到祖师爷下达的传音后，他冷冷勾了下唇角，决定不和叶鞘纠缠下去了，干脆利落问，你们武宗有几个开了领域？几个？叶鞘听到他探究的语气，与男人保持着安全距离，见这个前辈没有在攻击自己的意思，很乐意和他扯皮几句，满打满算3个。长明宗2个，问剑宗1个，3个呀。他若有所思，这个数量有点少，但想想修真界总共能开领域的也不超过5个，这群亲传才刚到元婴期，接下来只要祖师爷们打磨得够狠，一定能让他们领悟什么是领域。看着还在不动声色和自己拉开安全距离的叶鞘，前辈啧了2声，我都不准备为难你们了，你躲这么远做甚？叶鞘漫不经心笑，怕您搞偷袭吗？剑修前辈暗搓搓白了他一眼，呸，谁会像你这么无耻哦。两人闲谈过程中，叶鞘没闲着，一直与寒霜剑和不见君保持着联系，几个剑灵被留下来负责守着正在接受传承的3人。他见这个前辈似乎真的不打算为难自己，收回神识，火速去找剑灵们会合。前辈见状不紧不慢跟了上去，正巧他也想看看这3个各宗选中的继承人接受传承的进度怎么样。一到目的地，现场的画面让他脸上的表情僵住了。3个剑灵站在不同位置，将陷入昏睡当中接受传承的3人护得死死的。其中那个蓝衣白发的小萝莉，不是他们问剑宗的寒霜剑吗？他是问剑宗的人，自然是认得自己宗剑灵的。不见君是魔界的暂且不论，寒霜剑那可是在灵剑榜单排行靠前的一把灵剑，但眼前小萝莉对自己宗人出手，那叫一个毫不客气的。当初有着一剑寒霜之称的剑灵，化形后比他想象中的更难打，气流萦绕，但凡靠近的都被禁锢在这一刻。白发萝莉指尖迅速点在几人身上，动作俏巧，似乎只是擦肩而过。下一秒，蓝衣萝莉指尖淡蓝色冰霜漫开，寸寸凝固，伴随着她抬眼，全部被冻结在原地，一动不动，难搞得很。关键这家伙不仅能力强，还很擅长近身战斗，一拳下去差点把人打吐血。哪里来的暴力萝莉呀？被他暴打的剑宗前辈集体哭唧唧。寒霜剑，呜呜呜，你太让我们失望了，竟然有了媳妇就忘了娘，没人在旁边干扰他们接受传承。3个首席弟子醒来后，神色还有些迷惘，祝幽眸光深深望着他们，只觉得这3人给人的感觉更深不可测了。不管是叶清寒还是秦淮，都是各宗的首席弟子，契合的都是各宗祖师爷的道与意志，接收传承的速度比叶鞘几人要迅速，调整了短短几分钟，便可以迅速融会贯通。老实说，冷不丁灌入这么多传承，有些复杂。3人表情略显茫然，缓了许久，才勉强将脑子里的消息给消化掉。穆仲熙站没站相的点着地面，怎么样？咱们宗的传承什么样啊？他刚才和祝幽他们几个去引开试图干预3人接受传承的前辈了，把那些前辈甩掉后，跑回来后发现大师兄这边传承已经接受结束了。周行云推开他脑袋，面无表情，回去再给你们看，先站好。穆仲熙，各宗火速找好自己的队伍，分成3个队伍，叽叽喳喳议论起来了关于这次传承之地各自拿到的传承。将问剑宗前辈无视得很彻底，叶鞘倒是注意到对方了，他处在那里跟杆子一样，想让人不注意都难。他奇怪看着他，您还不走吗？前辈微微笑，欣赏了一番他们其乐融融的画面，摆了摆手，
试炼还没结束呢，你不会以为我真来这里陪你们玩的吧？叶鞘摸了摸鼻子，差点反问一句，难道不是吗？之前是在和你玩。他瞥了两眼叶鞘，看出来了他的漫不经心，露出抹浅淡的笑。但现在不是了，他之前来这里的目标一开始根本是叶鞘，而是叶清寒和周行云这两个亲传各自都有领域，是祖师爷们重点关照的对象。本来叶鞘可以独善其身的，哪成想关键时刻他给他露了一手，还顺道一拳将自己给打飞了。在他展示出领域模样的那一刻，叶鞘就注定不可能被撇在外面了。然而就在刚才问剑宗的祖师爷传音，让他带叶鞘、叶清寒和周行云三人一起进试炼，他瞥了一眼毫不知情的叶鞘，笑得逐渐缺德。好好享受接下来的试炼吧，小兔崽子。试炼还没结束，祝幽同人动了动，还有什么？难道不是拿到传承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吗？你们的领域到现在只有3个亲传领悟出来了，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前辈似笑非笑反问了一声，来传承之地可不是单纯让你们拿个传承就走的，元婴期了呀，再不领悟出来领域，黄花菜都凉了。祝幽嘴角抽了抽，可是这个要看悟性和缘分的吧，多试炼几次同样有效果。前辈笑眯眯摇了摇头，拍了拍手，偌大的森罗镜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排好队进去。里面会有你们3人随机一个人的秘境被复刻出来，为了考验你们对自己秘境的掌握，需要从3个秘境当中生存下来，然后跑出来。不是想要掌控乃至领悟出来自己的领域吗？那就先见识自己领域的威力和对方领域的样子好了，多经历几次说不定就有感悟了呢。有危险吗？楚行之最关心这个问题，长明宗祖师传音安抚他们躁动的情绪，笑眯眯，放心，只有50%的还原度，危险是有，但不至于危及生命。可是祖师爷，我们的领域为什么要给外人展示啊？叶鞘懒洋洋举手，发表了抗议。他还是不太习惯给人看到自己的领域，有种被人看透的感觉。长明宗祖师爷轻飘飘掠了叶鞘一眼，认出来了是自己宗门那个最不省心、喜欢搞事的亲传，提醒你们是同门，不是敌人。在除开比赛的前提下，你们更需要的是配合。楚行之大声，谁要和他们讲配合呀？叶清寒一拳砸在他头顶，冷然安静。楚行之捂着脑袋，伤心的头也不回，走进森罗境。他第一天打头阵，祝幽几人陆陆续续也跟着步入进去。等到叶鞘时，前辈突然拦住他，化形的剑灵都留下。他提了个规则，不然容易有作弊嫌疑。这条主要针对的是叶鞘，这人5个剑啊，多吓人！他说完规则后，叶鞘还没交剑，周行云已经果断将剑丢了过去，头也不回准备进森罗境。青年刚踏出一步，就被前辈硬生生给拽回来了。周行云，前辈不太高兴了，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的剑？周行云，你一个剑修，对剑修来讲，剑可都是我们的孩子啊。他不满于周行云刚才随意丢剑的动作，看他的眼神愈发不赞同。不管怎么说，孩子还是很重要的，怎么能这样轻易丢掉？你没看到你师妹即使有5把剑，他都不肯放弃任何一个。周行云，他神色厌烦且冷淡地吐出4个字，我明白了，孩子。他只是个恶毒的后妈而已。断尘剑自打化形就被他关剑里面许久没出来了。周行云不情不愿将剑捡了回去。叶鞘不肯交剑，他趁着前辈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飞快挣脱禁锢，一脚迈入森罗境，头也不回溜了。只要他跑得够快，规则什么的全当聋了没听到。等到众人齐齐步入森罗境当中，或许是灵气还在构造场景，导致眼前一片漆黑。祝幽心跳得微微有些快，有点不安涌上心头。你们猜，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领域会是谁的？是大师兄的，还是叶鞘的？希望是周行云的。祝幽默默许愿。叶清寒去过周行云的领域，对他们而言，周行云的领域最起码知根知底，最让人摸不透的还得是叶鞘。他们没人进去过叶鞘的领域。叶清寒想到他领域名字，主治愈系，不足为惧。少年握剑，冷静分析着眼前的困境，而且他的领域比我们的要无害。叶鞘在晚上闲聊时透露过，他的领域在前4个颜色前都是比较无害的，需要经历4个颜色才具备杀伤力。那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他都是无害的。叶清寒有自信在失控前控制住局势。森罗境很快构造好了画面，入目地是白茫茫一片，冰天雪地的领域在脚下漫开。叶鞘接触地面的瞬间，只觉得人都被冻麻木了，动作在这一刻变得迟缓。他哈了一声，看着叶清寒，你的领域，卧槽，好冷。楚行之冷的牙关碰撞了2下，话都说不利索了。叶鞘有同感，他进过叶清寒的领域1次，在他看来，叶清寒这个领域简直不讲道理。起码他的领域一开始还是友好的，但叶清寒的领域在踏入的那一刻，血液仿佛凝固住了。他打了个颤，将死活不愿意出来的肯德基给拖拽了出来。明亮的火光笼罩在身上，勉强将迅速凝结的冰块融化掉，一瞬间全部围上来，试图和叶鞘贴。他身边还勉强了点温度。肯德基喷了2下火后也蔫了，我没办法维持太久，你们如果不想办法出去，被领域困到死是迟早的事情。叶清寒尝试着和自己的领域建立起神识，想将领域的出口打开，毕竟是他的领域，他作为主人是可以控制的。少年闭上眼，在飞快尝试打开领域的方法。秦淮低咒一声，你的领域怎么是这个样子？领域内的温度低到简直难以想象。楚行之疯狂哈气，试图点燃浴火符取暖。我大师兄的领域好强，就是好冷啊。叶鞘为数不多的浴火符在这一刻全分了出去，但起到的作用也甚微。他冷的大脑都仿佛在这一刻被冻结了般，神色变得都有些呆呆的，俗称被冻傻了。翘寒霜剑迟疑几秒，看着自家剑主呆呆的模样，想上来帮他。小萝莉指尖漫开冰霜，试图以毒攻毒来帮助对方取暖。他仰头，冰蓝色眼睛无声望着朝夕剑，看上去很乖巧。我可以动一下他吗？这样就能帮到翘了吧？据说人在极其寒冷的情况下会产生温暖的错觉。朝夕剑按住他毛茸茸的脑袋，你如果想让他快点死的话，倒是可以考虑。寒霜认真沉思片刻，因为思考半天而得不出结论，最终还听劝的将指尖已经漫开的雪花收了回去。现在能指望的只有火系灵根的修士。穆仲熙让指尖本命火亮起来，一群人围在他指尖的一撮火焰旁边疯狂取暖。在这一刻简直就是全村的希望。缓了好一会儿，被冻傻的叶鞘才逐渐从中缓过来，他冷得哈了一口气，掐诀雷电腾空，击打在从天而降的冰凌之上。但凡动作慢一步，
接下来这笔刀剑锋利的冰凌瞄准的就是他头盖骨，他布下的阵法在领域也显得脆弱的不堪一击。没了穆仲熙的火源取暖，指尖因为接触领域时间过久被冻结，叶鞘迅速在冰块凝固的那一刻打碎，手指冷到麻木，温度的失衡让他产生一种很热的幻觉。不只是他身上反复结冰，其他人也是如此，身上结冰的地方需要不断在冰封凝固之前打碎。比起身体上的头疼与折磨，更多的是精神方面。好冷，穆仲熙比他们抗冻一点，这可能和龙族的传承有关。他看着几个快被冻傻的同门，急得开始疯狂摇晃叶清寒，怎么办啊？他们都要被冻傻了。然而事实上，叶清寒那边并不比他们好过。为了阻止自己领域做出危险的举动，譬如将自己同门彻底冰封冻死的行为，他全程神识与之紧密相连。少年睁开眼，呼出一口冷气，我在尽量控制，但我有个问题。叶清寒死死注视着眼前的领域，威力真的只有50%吗？他怎么觉得这个领域起码70-80%的危险程度了？即使是叶清寒自己的领域，以他目前神识控制起来也很费劲儿。穆仲熙，别管他50-60了，你能不能打开领域放我们出去？他算是唯一一个具备行动能力的，其他几人被冻得都僵住了。穆仲熙勉强靠着剑灵散发的热源维持行动，实在打不开就打穿他好了。叶清寒神识扯住领域，试图让他停下攻击。闻言略微扭头，倒是没想到还有这个办法。他面无表情道：谁打穿？你有这个本事？而且那是要多弱的领域才会被人为给打穿啊！他嗤之以鼻。穆仲熙耸了耸肩，但这是你的领域，你可是知道薄弱点在什么位置的。叶清寒确实知道，但凭他一个人想打碎领域还是太难了。叶清寒抿了抿唇，原本还在犹豫，穆仲熙抓住他衣领，别墨迹了呀，真的会死人的。那群老祖是铁了心要历练我们，不到最后没的就他们是不可能出手的。叶清寒忍不住拧眉，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打开。说完，他耳间滴落血迹。叶清寒咬了咬牙，还是打穿吧，打穿领域。问剑宗祖师爷点头，倒也是个法子。想让领域服帖听话，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就算给叶清寒再多的时间，他神识达不到要求，也依旧做不到完全掌控，更别说还是在失控的情况下。而且明显叶清寒都已经到极限了，这种情况下将领域强行打破也无可厚非。叶清寒擦了擦因为透支神识溢出来的血，你的这个想法能不能成功另说，我一个人没办法完成一套剑法。他对灵气和神识要求很大。他冷冷道，属于问剑宗为数不多需要消耗神识来完成的剑诀。叶清寒看着已经神志不清的众人，深吸了口气，只能硬着头皮上。在少年拔剑出鞘的那一刻，不管是寒霜剑还是不剑君，都全部回到剑中。天生剑骨的碾压，除却穆仲熙的剑未动，其他都控制不住以他为中心靠拢。淡黄色剑影凝聚在一起，顷刻间数以万计的剑影虚虚实实凝固，下一秒仿佛就会落下。叶清寒脸色苍白，攥紧剑柄，断水剑发出嗡鸣，强大的压力之下，让人怀疑纤细的长剑随时都会折断。万剑归宗，穆仲熙仰头凝视着眼前的盛况，问剑宗剑法还真是朴实无华，他撑不住。周行云默默哈气，轻声，这个剑诀不是他这个境界能碰的。但周行云、问剑宗或许能配合着将剑诀补充完整，他们剑法都是一脉相承的。叶清寒撑不住，还有其他人，他手里的断水剑也明显是到极限了，一个剑想要一口气号令这么多剑影，完全扛不住。周行云看着叶清寒手里虚虚实实的剑影，唇角抿了抿，旁边的叶鞘已经被冻得开始疯狂幻想，他是一只不怕冷的南极企鹅的。他哈气的功夫，楚行之已经动手去帮忙了，显然都冷得不行了。掐剑诀的手都控制不住僵硬，两人续一个剑诀才勉强撑住。就凭他们几个想打破领域还差点，虽然2把灵剑都不弱，但承受万剑归宗这个剑诀实在是级别跨得太大了。万剑归宗啊！长明宗祖师爷拉长声音，还挺疯，连化神期都没破，一个元婴期小鬼想用万剑归宗，但他成功了不是吗？问剑宗前辈素来淡漠的眼底带了几分笑意。问剑宗亲传合作帮忙续剑诀，领域也似乎察觉到了危险，试图疯狂修补被剑影所刺伤的地方。叶清寒被自己领域一通攻击，牵扯之下像是将耳蜗彻底贯穿般的尖锐，衣服上滴滴答答沾上血迹。大师兄，耳畔是师妹担忧的声音。叶清寒淡淡开口，继续。他清楚自己一个人撑不住剑诀完成，这个剑诀起码化神期，强行越级用不属于自己这个阶段的剑诀，反射还是很强烈的。叶鞘甩了甩冻僵的手腕，伴随着剑光闪烁，领域还在一遍遍攻击叶清寒这个主人。他燃了张玉火符，勉强能动弹。他赶在叶清寒再次被领域反噬前，伸出手握住叶清寒剑柄。叶清寒冷不丁被阻止，他扭头看到是叶鞘，声音微寒：你做什么？叶鞘摆了摆手，你可以下去了。他晃了下脑袋，刚才记剑诀记得他脑子差点爆炸，这种跨境界的剑诀，也不知道叶清寒承受了多少痛苦才使出来。叶鞘也不是在开玩笑，他指了指旁边位置，示意他下去。在叶清寒将信将疑的目光下，顺利代替了对方的位置，替他补充完整最后一式。他掐诀飞仙剑翻转，凝成偌大的剑影，整个试炼场都被这股明亮的光所笼罩。其他剑或许扛不住万千剑影，但于遇强则强的飞仙剑而言，只要剑主能支撑住，那么再强的剑诀都没有什么不可承受一说。叶鞘一剑牢牢稳住刚才摇摇晃晃的万千剑影，雪白色明亮的剑影掠至半空，与产生交汇，他手心温度不断升高，丹田内久违腾起热乎乎的感觉，剑影全部凝聚于一处，没有犹豫。伴随着最后一式补充完成，朝着薄弱点彻底贯穿撕碎。叶鞘在打穿领域的那一刻，隐约察觉到剑似乎还撞在一处不知名的地方，发出清脆破裂声音。叶鞘动作微僵，不会又把给弄坏什么了吧？眼看自己领域被叶鞘给一剑打穿，叶清寒深吸了口气，咬了咬牙，走。原本看戏看得激动的祖师爷们笑容齐齐凝固了，森罗镜像宛如蜘蛛结网般一点点破碎，最后在他们眼前裂开。等会儿什么碎了？在叶鞘补上剑诀的时候，他们隐约听到了什么声音，然后他们眼睁睁看着眼前的森罗镜被打碎一面。森罗镜一共有8面，一面破碎的猝不及防，导致
致几人面面相觑，最终不知道是谁对乘风宗祖师道了一声节哀。里面发生了什么？月清宗老祖嘴角抽了抽，镜子竟然被他们硬生生打穿了，准确来说是被那个叶鞘给一剑打穿了。乘风宗祖师爷站了起来，紧紧攥着手里的镜面，说不心疼那是假的，这可是灵气，竟然能将领域给一口气干碎。他心情跟火山车一样起起伏伏，一会儿生气于他这番打破一面镜子的作风，一边又为对方实力感到惊喜。问剑宗祖师爷摆了摆手，声音冷冷淡淡，补上最后一式的那小鬼手里拿着的是飞仙剑，以金丹后期的实力能毫发无损记下剑诀，顺道打穿领域。飞仙剑倒是找了个好建筑，从叶清寒领域当中逃亡出来，在场亲传差点被这个剧烈的温差给弄得当场去世。眼前的场景一片鸟语花香，散发着和煦的风，看上去比叶清寒的正常不少。叶清寒神识差点被压榨干，从领域缓过来后，看着眼前的一幕，他抿了抿唇，声音冷淡：这是哪儿？这又是谁的领域？秦淮手腕一震，砍断密密麻麻缠绕上来的折柳，情绪显而易见开始暴躁了，赶紧控制好。领域漫开的速度过于迅速，人对于未知的情况下都是带有恐惧的，尤其是在分不清楚是谁的领域的情况下，总要有人先上去试探。看这个情况没人上，领域是不会停止下来攻击的。前辈们制造的镜面够硬核，完整复刻了每个人领域功能与体系，大师兄的还勉强能对付，虚无领域只要不配合杀招，只是感官上给人不是有种置身虚空的感觉，安全系数比他和叶清寒要高不少。叶鞘默默举手，可能是我的，你不是治愈系吗？叶清寒神色清冷，死死扣着腰间的剑，脊背绷成弓形，整个人如临大敌，对危险格外敏感的他，此时神经都悄然绷了起来。眼前这个领域绝对不是善茬。叶鞘也惊讶，扭头反问：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治愈系了？你不是说它叫万物生吗？叶清寒声音猛地提高：你别管它叫什么了。叶鞘迅速踩到高点的位置，往高一点的地方落脚，别被藤蔓抓住或者被花碰到。所有人心中微微一凛，这是叶鞘的领域，他不会无的放矢，他在没人的情况下确实是无害的，而且我的领域就是治愈。他大声为自己领域证明，关键时刻还是能治愈人的。叶清寒分神几秒，与靠近的巨藤擦过，看着柔软无害的藤蔓突然生出尖锐的刺，猛地朝他逼近，招招要人性命。看着眼前来势汹汹的领域，叶清寒捂着差点被贯穿的左肩，眼睛都睁大一圈。无害治愈系，他悠悠吐出一句话：我真傻，真的竟然会信了叶鞘的鬼话。宁可相信世界上有鬼，也不能信叶鞘这张嘴。叶清寒在今天深刻领会到了这个道理。但绿色领域当中无数植物疯长，驱赶着闯入的敌人，晃神的功夫，四面八方被藤蔓与碧绿色植物所包裹成团，飞快收缩，想将这群闯入者全部凝成一团。平心而论，叶鞘的领域看上去比叶清寒的要无害一点，但绿色的所到之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植物，还有摇曳着的花，温度也适宜。唯一让他们手足无措的是四面八方的植物。你又骗我！叶清寒面无表情朝他道了一声：谁骗你了？放心好了。叶鞘摆了摆手：前4个不致命，而且现在谁强他就会来攻击谁，他连我都不放过。说完，脚下藤蔓很给面子的从他小腿处缠了上来，触碰到活物的瞬间骤然弯曲，那庞大的拉扯力让人毫不怀疑，他只要稍微躲慢一点便会被折断一条腿。叶鞘用剑斩断藤蔓，耸了耸肩：你看吧，叶清寒在自己的领域当中还能如鱼得水，不会被冻伤或者攻击，但叶鞘的领域是无差别杀人，谁威胁大他先杀谁。场内所有剑修都得到了领域的特殊关照，四处飞旋的花瓣，半空降落的流火，以及四周疯长的藤蔓食物猛地拍下来，极具冲击力能一下子将人给抽飞。叶清寒盯着四周随时可能攻击来的领域，脚下一动闪避，就那藤蔓的力道打在身上，起码肋骨得断几根。祖师爷到底给你的领域调到多少还原度？他努力维持着面上的平静，心却跳个不停，一半是紧张，另一边是说不出来的不安。叶清寒在面对自己领域时都没产生过这种剧烈的不安，明明看上去杀伤力也就一般，祖师们不是说了吗？叶鞘抿了抿唇，50还原度。叶清寒冷冷挑唇：你信他们的鬼话？50能这么吓人？叶鞘也不太信，他眯了眯眼，看着眼前马上要变色的领域，掌心也不由攥紧，思绪飞快运转，得想办法让他停下来，不然4个颜色变换结束，他们这群人怕是要凉凉。祝幽望着围绕的花瓣，片片如刀，直指咽喉，水流形成一道墙面，抵抗住四面八方的花瓣。他额头冒出冷汗，有办法控制住让他冷静下来吗？穆仲熙，得让小师妹尽量控制住他。叶鞘寻了一处高处站定，尝试和领域建立沟通。领域都是放荡不羁的，在没有足够实力掌控他们之前，他们很讨厌被束缚，似乎察觉到他想掌控自己的意图。周围绿植再度开始疯长，层层叠叠，铺天盖地的绿植沿着地面蔓延，眼前的环境暗了又暗，似整个空间都被眼前的庞然大物所笼罩其中。叶清寒脸色微微冷了冷，这也是你领域的一种吗？我感觉它不像是被镜面复刻出来的领域，更趋近于像是真实的领域。叶鞘摸了摸下巴，看着眼前已经完全发疯般不受控的领域，我也这么觉得。所以说乘风宗那位祖师爷到底把他领域的还原度给调到多少了呀？眼前这个领域的真实感让他格外不适。然而不只是场内被影响，连同场外的森罗镜被一条突如其来的藤蔓狠狠贯穿镜面，巨大的藤蔓还在不停生长，目标是在座的所有活人，视线全部被遮挡住。阴沉沉的领域环境让所有人背靠背抵在一起，才勉强有点安全感。他们杀伤力不及叶清寒，毕竟叶清寒那个是真的在拖延久一点，可能会被冻死的存在，但比起杀伤力，万物生给人的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大师兄，祝幽深吸了口气，如果和叶鞘的领域对上，你的胜算有几成？叶清寒看着这个领域，如实道，他的领域或许比我强一点，他并非不服输的人。叶鞘这个领域实在太诡异了，但解决人的速度有些太慢。他承认叶鞘领域足够强，但这种变换4次颜色才能解决掉人，真的很能浪费时间。遇到强一些的，只能撑到4次轮换结束才有杀伤力。大师兄，祝幽声音抖了抖，他好像真的
会变色，淡绿色的领域转变成热烈的火红色，无数枝叶漫起，像是回旋镖，无差别朝他们飞旋而来。原本的枝叶宛如刀子，祝由以为这次也是同样的攻击手段，他提剑一挡，枝叶被砍碎的瞬间，在空中爆破，强烈的冲击波浪之下，无一例外都被波及炸到。楚行之呸呸呸了2声，被炸得灰头土脸，心情从没这么糟糕过。叶鞘，这一刻，楚行之嘶吼，差点将他吼聋。第一个已经这么可怕了，他妈竟然还真的有第2种颜色。叶鞘转头，同样不耐烦喊回去。你吼我做什么？又不是我想杀你们。楚行之一字一句，哈，你这叫名字诈骗，不然说什么他们也不会这么快砸破大师兄的领域。大师兄领域只是冷一点，叶鞘这个从名字到体系，没有一个符合他们想象中的领域，未知最让人感到恐惧。叶鞘扬了下声音，你怎么不说你理解能力有问题？我就问你，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什么都有？是不是都从地面生长出来打你了？他叫万物生有问题吗？谁说万物生一定是治愈了？两人一边吵一边喊，仿佛在比谁的嗓音大。祝幽扶额，在领域这2个人都能吵起来，绝了呀！万物生，让我猜猜呀，你的领域里面好像确实什么都有。水流，植被，一开始是淡绿色的，攻击我们的只有植被，现在变成红色了，他就开始炸我们了，该不会是直接涵盖4季吧？祝幽看着逐渐变色的领域，隐约摸索到了变化规律。谁能想到呢？他们这次试炼最大的敌人不是祖师爷，也不是前辈们，而是叶鞘的领域。叶鞘，答对了，答对你奶奶个腿呀！楚行之抓着他疯狂摇晃，快想办法呀！叶鞘，你能不能像打穿我大师兄的领域那样，一口气再打穿一次？叶清寒脸黑了一瞬，领域被金丹后期的给干穿，这可不是什么有面子的事情。他打不破，乘风宗祖师神色不明。叶清寒的能打破的其原因，不只是因为剑诀强，还有一点，他的领域还原度只有70%，尚在叶清寒可以掌控的范围内。他作为森罗镜的主人一清二楚，叶清寒和周行云2人都是70还原度，只有叶鞘，他可是100%。森罗镜完美复刻了他的领域功能和体系。在他这个念头刚撞完，原本折射出画面的森罗镜突然被碧绿色植物全部覆盖，画面再次消失。他眸色微凝，这个领域还真是比他想象中的凶残。长明宗祖师只能听到声音，他忍不住碰了碰旁边的人，你这个镜子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出事？乘风宗老祖当即就有些没好气，那还不是拜你弟子所赐？第1次被他打穿，第2次被他领域直接给覆盖了镜面，100%的还原度，他就从没见过有谁控制成功过。而且叶鞘情况还很复杂，他的领域从头到尾不受控，那掌握起来简直难上加难。如乘风宗老祖所预料的那般，场内的叶鞘凝视着领域，这次打不穿，我根本找不到他的薄弱点。他尝试着有过和领域沟通，叶清寒还能和领域牵上线，他这个叛逆的领域却一直不肯和他沟通，薄弱点根本找不到。快一点！叶鞘也有些烦躁，尤其是第2个颜色已经出来了。他沉沉道，不能让他把这4个颜色全部演变结束。演变结束会怎么样？叶鞘弧度微微敛了敛，会被凭空抹杀，不是死亡，连魂魄都不剩下的那种彻底消失。他强调了便彻底消失这4个字。顷刻间，原本还在四处上蹿下跳的亲传们僵住了，冷不丁听到彻底消失这4个字，祝幽不受控制打了个颤，想起来了大师兄信誓旦旦说治愈系不足为惧，他忍不住声音颤抖问，所以你们都管抹杀叫做治愈系的？穆仲熙啧了2声，难怪段长老不让我们进去看看，简直过于恐怖了，没办法打破，只能靠叶鞘凭借着神识的掌控将领域快速掌握了。他闭上眼，用神识先是感知了下领域的情况，发现他正飘荡在四周，宛如难以捕捉的游魂。叶鞘当机立断，神识散开，像是铺天盖地网朝着他笼罩，感应到主人带来的压迫，旁边平和的领域再次失控，逐渐癫狂，一阵地震山摇，差点将他们全部给晃倒在地。叶鞘踩住高处落脚点，脚下稳得一劈，神识宛如天罗地网，层层将领域全部笼罩在内。笼罩下的神识宛如细丝，毫不客气搅碎这个失控的领域。领域不听话，叶鞘甩了甩手，冷笑一声，趁着他被暂时控制住，屈膝踩着空，3段跳了上去，打一顿就好了。有人可以做到一心两用，叶清寒能在控制领域的同时甩出跨境界的剑诀，叶鞘也能在控制住他的同时把他狠狠揍一顿。领域是可以被神识捕捉沟通的，但领域相当于主人的一部分，谁家主人会和自己领域互殴的呀？叶鞘一拳头狠狠撞上淡绿色团子，光在眼前溃散，神识再次把他拢在一起团成球。他冷笑2声，不把他打哭都对不住他对自己的特殊关照。被主人给痛击到的领域切换形态攻击叶鞘，领域当中所有生物全部密密麻麻朝他靠拢，各种攻击全部朝叶鞘落下。他这个领域到底什么鬼啊？楚行之咂舌，大师兄的领域可从始至终都没攻击过自己主人，后面攻击叶清寒也仅仅是为了自保，怎么万物生却像是疯了一样？一领域一主人，不像是彼此的伙伴，更像是恨不得掐死对方。小师妹的领域不受控，穆仲熙舔唇，诚实开口，他比你们的领域都要危险，掌控起来的难度也比你们要高。当然，叶鞘也不在乎领域对自己出手这件事，他下手也狠，顺道连劈带踹，堪称对自己领域重拳出击第一人。滚滚热浪扑面袭来，叶鞘寒霜溅一点地面，冰霜漫开，凝固住眼前的温度。这个领域无愧万物生这个名字，领域内真的什么都有，水、流、火、冰、植物，但凡是领域能操控的东西，都被拿出来打他。叶鞘见招拆招，看着这个发狂的领域，活动了下拳头。预知系传承好用极了，对峙过程中可以让他提前捕捉领域的影子，剑气冷冷斩断拦路的水流，神识靠拢将他圈在神识当中，任凭领域怎么横冲直撞，叶鞘就是不肯放开。他神识笼罩住领域，一个空中翻滚，逐个踹碎四面八方朝他包裹起来的藤蔓，外面透出光亮。叶鞘眯了眯眼，神识再次下压，趁着他动弹不得，狠狠一脚落下，要将这个领域给踩爆。伴随着巨大的冲击力，掀起片片尘埃。他们看到叶鞘半空跳了下来，将一个不明物体利落踩翻在地上。这是什么？祝幽愣了几秒，叶鞘往下重重一踩，将这个团成一团的家伙按得一动不动，冷笑：我那个叛逆的领域。听到是领域，顷刻间所有人后退3步，谁也不想和一个随时可以在4个
个颜色轮换过后就无情抹杀他们的领域打交道。领域尖锐的发疯般想逃跑，叶鞘悠悠注视着他，控制住将万物生踩爆的想法，沉沉道：将领域打开。领域也是倔，任由叶鞘将他踩得稀碎，就是一动不动。领域内部红色结束就是黄色，之后就是最后的蓝色，冰蓝色的雪花从领域中央片片落下。叶鞘眉头拧起，冷笑连连。他们刚被叶清寒给冰冻结束，竟然又搞这一套。雪花碰到人的那一刻不会把人冰冻住，却明显能感觉到生机和力气在一点点流逝。这种死亡的压迫感越来越强烈，让叶鞘再也控制不住骂人的心情了。他踩着脚下领域，身上的气息久违出现波动，伴随着极淡的金光掠过，许久未变的境界在此刻选择突破。金丹巅峰，每一次突破，神识都会跟着提升。叶鞘金丹巅峰的神识等同于元婴后期，这种跨境界的神识碾压，即便是领域被这种恐惧感笼罩着，也会不自觉认怂收缩。他微笑，我再说一遍，把领域打开。领域当中诡异的雪花渐渐停止降落，领域经过4周剧烈动荡过后，爆发出强大的覆盖力，仿佛下一秒就会崩塌。叶鞘元婴后期的神识将整个笼罩，把他压制的团成一团光体。能做到单服双修的，都是要把神识掌控到极致的，用神识攻击人，对他而言更是轻而易举。强势镇压之下，癫狂的内部逐渐趋向于平静。领域淡绿色光影落入叶鞘的手里，安静贴合在他掌心，以他为中心，所有攻击性强的物体消散。之前摇摇欲坠动荡的领域被控制住了，祝幽控制住身体摇晃，茫然抬眼，控制住了。叶清寒都是靠着剑诀强行打破的，这种不受控的领域竟然被轻而易举镇压了，还是说叶鞘领域的还原度要比叶清寒的低，所以才更好控制？所有人都一时间有些迷惘。叶鞘握紧手里淡绿色的领域，恶狠狠掐住他，控制住了。得益于这次的试炼，他大概明白怎么掌控领域了。打一顿，再用神识碾压就好了。趁着领域还没完全消失，叶鞘想到之前用剑撞碎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当即控制着领域内藤蔓，朝之前打破叶清寒领域时的位置砸了过去。他想试试看自己到底打碎了什么。察觉到主人的意图，当即碧绿色藤蔓破土而出，毫不客气狠狠撞上森罗镜。场外伴随清脆的破碎声音响起，森罗镜再次被打穿一个窟窿。远在森罗镜外祖师们看着这个冷不丁贯穿镜面生长出来的藤蔓，眉心狠狠跳动，被害了一跳。哪里来的藤蔓？乘风宗老祖眸色深了深，为了看清楚他们在领域中经历了什么，让底下的森罗镜迅速修补镜面。镜面修补好后，场内画面依旧是被密密麻麻的绿色植物所覆盖。碧水宗的前辈有些懵逼，所以刚才那这属于什么情况？领域跑出来了。问剑宗祖师声音冷冽，翻滚着怒意，看出来了，是领域的不对劲，是实体化。他不是只有50还原度吗？为什么藤蔓会钻出来？连森罗镜都被自己复刻出来的领域硬生生打破，那被困入领域的那群弟子们麻烦大了。你老实说，这到底是多少还原度？长明宗祖师神色渐冷，差点一拳头抡上去。藤蔓竟然能直接探出镜面，这种50还原度能做到的，被众人用严肃冷冽的眼神盯着看。乘风宗老祖终于气虚了起来，他梗着脖子，面不改色开口：确实不止50，但不是你们说的他控制不好吗？那就利用这次的机会一次性让他掌握。以前没有出过苍生道，他以为苍生道会很弱。从正常角度出发，像叶清寒那种修无情道的杀伤力极强的领域，叶鞘修的苍生道领域相对而言会弱一点，哪成想这么凶，何止是不受控，那威力简直骇人。他万一掌控不好呢？长明宗祖师气笑了，在明知道叶鞘领域完全不被控制的情况下，这个老匹夫真敢调，说你到底给调到多少度了？长明宗祖师卡住他脖子，开始疯狂晃动。气疯了，乘风宗祖师这会儿哪里敢说，那可是100%的还原度，能成功活着跑出来还好说，万一把人家亲传折腾坏了，被事后算账的可是他。叶鞘让藤蔓又撞碎一面森罗镜后，满意的跟着剑修们离开了这个危险的领域。伴随着万物生的消散，被植物覆盖的镜面也终于恢复了正常，看到都平安无事走了出来。乘风宗老祖松了口气，暗暗擦了擦冷汗，连镜面被打碎的痛都给遗忘了。出来了，长明宗祖师诧异了，掌控速度这么快。叶鞘从里面突破了。问剑宗祖师声音冷淡，有些可惜，虽然才金丹巅峰，在普遍元婴期的亲传内部，进度还是有些偏慢，只有乘风宗祖师意味不明重复了一遍。是啊，他才金丹巅峰，能在100%还原度的情况下控制住领域。这个小鬼元婴期后又该是怎样特殊的存在？下一个领域是周行云的。叶清寒有了叶鞘那次的经验，即便已经进来过一次，知道虚无领域只是会让人迷失，还是不受控制躲闪了几下，生怕和万物生一样，暗搓搓冒出不知名的东西杀出来。但虚无确实人如其名，周行云的领域只会让人从中迷失，面对虚无的瞬间，整个人流逝在黑茫茫的时间当中。虚无领域严格意义并不具备杀伤力，但它是个暗杀的好地方，敌人一旦被笼罩其中，便会迷失在虚无当中，任人宰割。这一关的领域需要他们自己挣扎着清醒过来。前两个，一个靠着暴力通关，一个靠着他强势镇压。大师兄这个却完全让人生不出任何反抗的想法，置身于虚无的空间当中，有种别样的放松和无知无觉。叶鞘感受着身体的下坠，在这个领域当中，仿佛没有尽头一般，如同浮萍。他干脆直接躺下，准备睡一觉。穆仲熙见状也躺了。叶清寒剑都拔出来了。周行云也和领域尝试着开始用神识掌控他了，结果扭头发现他们齐刷刷安详躺下了。周行云看着被神识控制住的领域，捂着刺疼的太阳穴，你们都躺了。他想了想，也躺下。那我也躺吧。叶清寒闭了闭眼，周行云都不做挣扎了。虚无领域当中根本无解，连突破口都没有，漆黑一片，除了人以外什么都摸不到，脚下踩不到地面，躺下就成了唯一的选择。黑漆漆的领域当中，摩拳擦掌准备考察他们的祖师爷，这会儿麻木看了一群躺平睡觉的剑修们，不挣扎的吗？
竟然在确定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全躺下睡觉了。这群剑修齐齐睡觉摆大烂，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亲传，让几个祖师面面相觑片刻。有人试探问：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做什么？把他们放出来呀！乘风宗老祖气乐了，你们还想看他们排躺，吃果果的躺下睡觉吗？叶鞘睁开眼，看到眼前的光，下意识挡了挡，清醒过来后，看到了自家祖师爷那张笑眯眯的脸，他慢吞吞从地上坐了起来。祖师，他精神有些疲惫，不只是因为万物生，还有大师兄的领域。说是睡一觉，但其实更像是闭上眼，维持着冷静，那种仿佛自己并不存在的空虚感，太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了。不闭上眼调整，长久下来很容易疯。你们三个，长明宗祖师默默看了看这三个剑修，两个开了领域，另一个是天赋异禀的天生剑骨，都是天才。他忍了忍，却还是没忍住。这么累的吗？长明宗老祖猜测这次领域还原度比前几次高，但三人之中竟然却仅叶鞘一个人能完美控制好自己的领域，他觉得有些许不可思议。很累，叶鞘诚实回答，像和自己的领域打了一架。祖师，我有个问题。叶清寒抬眼对上乘风宗老祖笑眯眯的目光，这次领域还原度应该不止50吧？没人比叶清寒更能直观感受到自己领域的相似度了，他毫无半点畏惧心理，冷冷看着乘风宗祖师，前辈，我的领域如果只有50的相似度，远达不到当时将人冻死的情况。叶清寒是个铁头娃，连掩饰都不懂，毫不留情戳穿了对方的问题所在。乘风宗老祖脸上的笑立马挂不住了，叶清寒的一句质疑，惹得其他宗的祖师爷不约而同收敛情绪。问剑宗祖师沉沉，你的意思是？叶清寒淡淡，我怀疑他针对我们，加大了难度，太诚实了，这个娃。叶鞘捂脸，就算怀疑也该委婉一点安慰。好在问剑宗老祖是比较看重这个首席弟子的，他当即没有犹豫，选择维护叶清寒，质问起眼前的人，你老实交代，到底是多少的相似度？仔细想想，叶清寒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还原的场景太真实了，尤其是叶鞘的那个万物生，藤蔓直接冲破镜面，这么真实的还原度，怎么可能才50？被一顿审问，乘风宗老祖摸了摸鼻尖，如实回答，叶清寒和周行云都是70%。他们不约而同想到被虚无和冰封轮流折磨的场景，下意识抱紧胳膊，还好还活着，你们不是说好的50相似度吗？处刑之狗胆包天的呛了一声，怎么还带忽悠人的？他们都以为危险不大的70还原度吗？叶鞘听到这番话，情不自禁摸了摸下巴，不见得吧。最后一个颜色转换时，如果不是他情急之下强行制止领域的行动，真的有种会被抹杀的恐惧感。即使是70，恐怕完全达不到这么真实。他猜测自己的起码要在80以上。叶鞘懒洋洋举了举手，前辈，他们俩是70，那么我的领域还原度是多少？乘风宗祖师莫测地瞥了一眼毫不知情的叶鞘，微笑，你觉得呢，小姑娘？秦淮见自家祖师爷不肯透露，他平静揣测50，不怪秦淮这么想，全程他控制领域控制得最为轻松，冷静且游刃有余的模样，让所有人下意识以为他掌控起来难度低。叶鞘不满秦淮看不起自己，他抢话80。乘风宗祖师挠了挠下巴，嬉皮笑脸的神色收敛，不，区80的还原度哪里能戳破我的镜子？他都有些怀疑这个小兔崽子是故意让藤蔓贯穿镜面，以此报复自己暗搓搓给他调高难度的。乘风宗祖师微笑，没忍住阴阳怪气了一声，自信点，你可是唯一100%的还原度，100%。长明宗祖师表情有些精彩，最后一出短促的冷笑声，一拳头狠狠抡了上来，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叶鞘领域本来就不受控，结果他还敢调成了100%，他是真的半点没考虑过叶鞘的死活吗？合着不是你宗的你不心疼啊？长明宗祖师一拳打下去，差点把乘风宗祖师爷的虚影给打散开，他赶紧怪叫一声，逃窜到安全距离。这不怪我呀，谁让他的道这么能忽悠人？苍生道比无情道和太上忘情道都弱，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怎么都一个个来兴师问罪的？而且叶鞘也不是我唯一将领域还原度调整到100的亲传。他不满极了，只是其他人都失败了而已。瞥见其他神色都变得严肃的祖师爷，乘风宗老祖也是禁不住赞叹，他唯一能在100%的还原度下完美控制好自己领域的，据说这个叶鞘是3修，能在3个道方面平衡起来，起码识海宽度把控程度都要精准到极致。果然能修丹道和符道一起的都是变态，他头一次见到用神识暴打领域的，即使修为不过关也能用神识强势碾压领域，确实是让人长见识了。叶清寒听到100%还原度时，眼皮子微微跳动了下，随后歪头径直看着叶鞘好几秒，在叶鞘被盯得险些脱口而出一句，你这是爱上我了吗？他开口截断了叶鞘欲要说出口的话。少年淡淡问，你相信天道酬勤这种话术吗？叶鞘愣了几秒，这种话或许有几分道理，但并不适用于任何人。叶鞘是一只纯种天赋狗，他没资格说那些努力的修士。叶清寒这会儿是听到乘风宗祖师那句100%还原度时，多少怀疑人生了。他其实一直相信天道酬勤这句话的，但叶鞘时不时投机取巧的行为，让他一而再再而三被打破世界观。少年看他那神色自如的模样，淡淡笑了2声，面无表情。那么很期待以后能和你打一场，希望叶鞘能让他明白到底是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叶鞘笑眯眯鼓着掌，好啊好啊。正巧两人都看彼此的存在不怎么顺眼，在2个天才针尖对麦芒时，问剑宗祖师打断了他们俩毫无用处的废话，淡漠的声音中暗含了几分期待，希望这群人能说出点有哲理的话。经此一遭，你们几个都有什么感悟吗？处刑之，他们的领域都好强，我好喜欢。慕强祖加1，慕仲熙回忆着师妹和师兄的领域，认真，我会努力的。发愤图强祖加1，叶清寒面无表情，原来领域的名字是用来诈骗的。恍然大悟祖加1，叶鞘拳头捶在手心，以后我的领域不听话，打一顿就好了。总结的一个赛一个不正经。
好了，都滚！完全不想再听这群人糟糕的发言了。所有亲传各自从不同的试炼当中走了出来，传承几乎是人手一份，只是拿到的速度或早或晚。去自家祖师爷的传承之地，前辈们必不可能让他们空手而归。传承拿完就是磨合了，拿到传承的亲传都需要在对战过程中将传承给彻底运用的如鱼得水才行。为此，祖师爷们还展开了番短暂的议论。秦淮手段过于狠辣，但天赋属实不错，狠辣的手段也适合诡谲多变的乘风宗剑法。只要他的剑不对准自己人，那这种倒也无从指摘。炼丹方面，这群丹修都很不错。碧水宗的前辈笑眯眯，这几个丹修的心性和天赋都上佳，偶尔手段有些暴力，比如前一秒还瑟瑟发抖，后一秒掏出丹炉反手抡死一只妖兽的举动以外，其他都挺好的。长明宗老祖忧心忡忡，我家叶鞘现如今金丹巅峰，他实力倒像是遇强则强的那种。他一番试炼看下来，完全摸不透这个小鬼的极限在哪里，有点愁人。问剑宗祖师淡淡，你认为他极限在哪儿？难说。他金丹后期的时候，元婴后期的他都能打。符箓阵法的作用之下，当时那个剑宗前辈拿他都没有任何办法。最点是，问剑宗祖师点了点镜面，比划了下当时叶鞘续剑的动作，他可以补上了叶清寒那一剑，那可是万剑归宗这种化神期剑诀的最后一式，被他续上了。即使叶鞘境界上不及叶清寒，凭他能续上叶清寒一剑，足以见对剑有着掌控能力的不比叶清寒差。5个剑灵认主也是有道理的。问剑宗祖师也不吝夸赞，反正都是为修真界未来所培养的天才，能拿走这么多灵剑，说明他确实有实力。长明宗祖师被夸得有些雀跃，他清了清嗓子，肃声，他现在的状态看上去急需找几个妖兽联手，或者找前辈陪他下去打。突破后灵气躁动的太明显了，以他现在的灵气程度，甚至能一鼓作气突破元婴期。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选择压了下来。不过既然叶鞘选择压下来，他得赶紧安排几个能打的陪他打几场泻火，不然走火入魔可就糟了。安静，伴随着一声沉沉的声音，几个祖师爷齐齐现身，环视周围，轻咳一声，都到齐了吧？原本在脑袋凑脑袋，火速找到各自宗门分享这次的收获，看到几个老祖们齐齐现身，集体安静如鸡。叶鞘、穆仲熙，祖师爷依次叫了5个人的名字，跟我来练习场。眼前场景一换再换，很快被放置到了一处开辟而来的异空间当中，有点像是传说中的领域，郁郁葱葱的，又是一处寂静的森林。据说大能都是能随手开辟空间的。就在叶鞘好奇四处摸索时，祖师爷拍了拍手，几只元婴期妖兽凭空出现在眼前。他道：杀了这里所有妖兽，你们就算成功了。领域不许开，剑灵不许放，这次主要是准备磨练你们的配合。5只元婴期妖兽突然被放置出来，目标冲着5人便撒开蹄子俯冲而下。凭借着多年杀妖兽的经验，他们飞快从原地消失，躲开这一击。须臾神识散开，被剑修3人组掩护在中间，随后给他们报位置。叶鞘左侧树梢上，他准备阴你。叶鞘当即火速刹住步子，果不其然，从树林里面看到窜出来变成巨兽猛扑而来的妖王。那不行，我得阴回去。场内5个人，3个人的神识极高的，不管是明玄还是薛鱼，亦或者叶鞘，这3人神识一个比一个高。叶鞘也能一个人去探，但一心两用太累了，还不如当个无情的打手。明玄嘀嘀咕咕说着什么好烦杀妖兽，手上掐诀的动作流畅，金光闪过，5只妖兽齐齐被聚拢在一起。在他们懵逼的横冲直撞，试图挣扎跑出来时，已经晚了。剑光而至，血色一闪而过，全程不过半个时辰，被他们轻松搞定，挺不错。长明宗祖师眯了眯眼，看这个样子，元婴期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这点妖兽根本不足以让叶鞘发泄出去啊。说到底，4人情况和叶鞘都不一样，针对的训练也都各有不同。他看明白了，这群亲传团队配合得很完美，没必要再进行练习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相处久了，然后日久生情，几人似乎对彼此每一步都极其了解，真让他们打配合，一群不会动脑子的妖兽，不管境界多高，都只有被长明宗单方面屠戮的份。薛鱼、周行云、穆仲熙都跟我来。长明宗祖师爷是剑丹2道发家的，一次性指点3个亲传并不难，这3个由他亲自指导。至于明玄，你去找那个高前辈，他是伏修，只有叶鞘被留下来打妖兽泻火。长明宗祖师短暂衡量他几秒，打了个响指，元婴期不行，那来试试化神期够不够用。叶鞘眨眼间，脚下再度出现只妖兽，这只妖兽和前面几只元婴期的不太一样，他会说话，且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又是你们这样卑贱的人类，是妖王啊，级别起码化神期的妖兽才能通人语，在妖兽界内相当于妖王级别的了。叶鞘踏清风一踩半空，一个侧翻砍向这只妖王级别的妖兽，长剑催动之下发出清脆的碰撞，砍不动，完全砍不动。妖王这种级别的妖兽拿出来给他们练手，前辈们也是真舍得。妖王试图将他踩扁于脚下，叶鞘所站立的地方都形成一道疯狂的漩涡，他早有预料，几步便躲开。清风诀第3式冷不丁炸开，他手里剑诀催动了不下5次，连续5次清风诀很快轰开他一道伤口。妖王威压对他好像没有用，如果威压没用，那么他所造成的威胁相对性会小很多。叶鞘和这种庞然大物互相对打完全没什么问题。长明宗老祖，那当然，他可是凤凰的主人，他也是考量过这一点才敢放化神期妖兽的。一人一兽打得有来有回，巨波之下的冲击周围形成淡橙色的光波，不远处呈现出个大坑，叶鞘身影消失在眼前。妖王抬起蹄子，恶狠狠注视着周围，想搜寻叶鞘的踪迹。叶鞘躲在树上，在调整蓄力的灵气，好歹是化神期，比他高整整2个境界，即使没有威压，也绝对强于他。穆仲熙在旁边喊：快点打叶鞘，打完给你零食奖励你。他们在这里耗费太长时间了。明玄，赢了我明天就偷我爹私房钱给你。他们并不吝啬的开空头支票，使劲怂恿。叶鞘知道这群人多半纯属胡说八道，但身体反应堪称真实。灵根疯狂吸入4周灵气，刚力竭灵气便补了上来。他动了动手腕，深吸了口气，
他妈的，刚平静下来的灵气又躁动了，他还得再和那个妖王打一架，因为周围灵气被吸收的不够用。叶鞘分神甩出4张符箓布聚灵阵，任凭妖王智商再高，也不可能看懂符阵，更搞不懂其作用在哪里。接下来妖王感受到了什么叫懵逼，他永远只差那么一点干掉叶鞘。妖王带着人性化的讥诮，声音有些尖锐，不管不顾嘶吼了一声：卑贱的人族，你算什么东西？没有天赋下等人类，给我去死！妖兽对人类的恶意很强，还给分出阶级歧视来了。叶鞘抬眼恍若未闻，只是望着他。这次他手里剑拿的是不见君，他一般对付人的情况下不会用到不见君，他杀气有些太重，出手喜欢将人往死里整。相较之下，飞仙剑与其他几把灵剑都还算温柔的，长剑变幻莫测，灵巧地进行躲避。妖王发现自己都碰不到这个下等人，他像是能猜到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一样。巨大的妖王舌头上沾满毒液与密密麻麻的倒刺，沾上一点，整个身体都可能都会炸开。不见君炸了，真恶心啊！但这种试炼场不允许他化形，再恶心也得忍着。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当中，妖王还在逼逼赖赖。叶鞘无视了妖王的威压，闪身的瞬间落至身后，化为数道剑影，几番交手下来，砰的一声巨响。很快他避开他的甩尾，借力回踹，妖兽巨大的身体将树木拦腰撞断。叶鞘一脚踩在石柱上面，现场试炼地全部被摧毁，一片狼藉。在妖王准备爬起来之际，他猛地下落，用殴打领域的手段狠狠一拳将他腹部打了个对穿。靠近妖王之际，他挥动舌头就要猛地把叶鞘吞噬入腹，防御符开启护盾。他一口咬在了阵法上面，牙齿差点断掉。妖兽愈合速度极快，大妖兽只要不死，那离谱的治愈能力可以达到1分钟内全部复原。单单只是打破他腹部是没用的。妖王浑身黏糊糊，用拳头靠近的不是敢让叶鞘脸色愈发冷，心底暴躁更胜之前。下等的人族，哈哈哈，等死吧！他阴沉沉的笑声戛然而止，灵力凝聚在掌心，猛地贯穿他腹部，澎湃的灵气汇集掌心处，伴随着凄烈的惨叫声落下，他将他撕了。长明宗祖师爷垂死病中惊坐起，吓得跳了起来。小俏，第40集完，宝子们求个免费的赞呗，你的点赞，我的动力。